美联储暂停了降息进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呢也在频繁的调整。2025年的投资环境现在正在发生改变。尽管标普500开年上涨了 1.92%， 但是英伟达却下跌了 13%， 黄金同时上涨了 7%。那这一轮牛市还能撑多久呢？在目前降息悬而未决，关税又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下，那我们该如何守护过去2年的利润？大家好，我是新月。我们今天聊一下美联储和特朗普他们两个对市场的共振效应。那英伟达下跌以及半导体这些疲软的现象呢，给市场的一个预警信号，以及2025年我们怎么样做一些防守性的投资。放个免责声明，视频当中所有内容都是我个人经验和观点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决断。最新美联储的会议宣布暂停降息，利率仍然维持在 4.25 到 4.5 之间。尽管特朗普是多次向美联储施压，希望能够进一步降息，但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明确表示了，美联储需要保持它的独立性不可动摇。那目前呢，美联储对于降息这件事情，主要还是焦聚在2个目标上面。一个就是就业市场，那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呢，可能会让部分的行业，比如说建筑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压力。还有一个是通胀，目标仍然是 2%， 未来的降息呢，也取决于经济数据跟风险的评估。虽然在会议上鲍威尔没有说他下一步的降息计划，但是呢，市场也有他自己的预测。那目前市场预测2023年3月呢，大概率有 86% 的可能性会降息 0.25%。那整年的话可能会有2次降息，每次降息 0.25%。会上呢，那些记者比较八卦，问了一下，最近 AI 股市这边跌得挺厉害的，美联储有没有什么相应的措施啊？那鲍威尔说，我们不管股市波动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就更关注长期的金融稳定性。那除了股市之外呢，最主要他们提了一下房市，美国房市这2年的话没有跌，但是呢也没有怎么涨，属于一个平稳的状态。那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贷款利率目前都在高位，长期贷款利率目前有 7% 左右了，本来指望着今年贷款利率可以降下来了，但是美联储现在这边放缓降息之下呢，那贷款利率的话可能短时间内也降不太下来，所以呢今年美国房市也是比较承压的一年。那接下来看一下特朗普的政策。那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呢，虽然只有短短几周，但是他政策已经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了。比如说他上台之后呢，就发布了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那对某些行业的就业率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隐患。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也就是发布了一下目前他对于驱逐非法移民的一个效果。另一个更受市场关注的呢，就是它的关税政策。上周五呢，白宫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增加 25% 的关税，对中国增加 10%。但是呢，过了2天，在周一的时候呢，又暂停了一部分的加税计划。那这种反复的政策呢，直接导致市场的剧烈波动。周五的时候收盘之前，市场就有一个明显的下跌。周一的股指又有一个跳空下跌，随着关税政策暂缓呢，美股有一个反弹，但是仍然没有填补下跌的这个缺口。受到影响比较严重的呢是半导体和芯片行业。英伟达上周的话，因为 DeepSeek 的推出呢，股价暴跌了 17%。那虽然后面的话有一些的反弹，但是今天的话继续下跌，跌破了200这个关键的点位。同时呢，也跌破了它的上升趋势线。其实英伟达从2024年6月它的卖出信号出现了之后呢，这几乎上半年的时间呢，它已经是几乎没有什么上涨了，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一个疲软状态。半导体整体的行业呢，也面临着压力。从英伟达见顶之后呢，它其实有4次的机会是尝试突破，但是一直没有突破它的压力位。目前呢，也跌破了它的上涨趋势线。更加需要警惕的呢，是英伟达的机构看涨看跌期权。目前可以看到看跌期权是大于看涨期权的。那从期权交易的数据来看呢，机构对英伟达股价担忧呢也正在增加。那市场目前普遍认为高估值可能是难以维持下去了。如果说英伟达和半导体的波动呢，只是局部的行业现象，那么巴菲特指标呢，揭示的就是整体市场的一个潜在风险。目前这个指标显示，美股总市值已经达到 GDP 的 200%， 创下历史新高，显示出目前市场是处于极度的过热状态。
目前美国的经济呢正在面临通胀、美联储的政策和地缘政治的多重挑战，那股市呢也是处于高位，这种不匹配呢很可能导致市场的剧烈波动。而且我们从历史上面看，每次巴菲特指标触及到高点的时候，往往就是市场剧烈波动跟回调的时候。比如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还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就是2022年的这次熊市，都是触及到高点的时候，市场迅速回落。那目前这个数字呢，其实已经远远高于历史上这些数据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2025年如何可以打造防御型的投资策略。那在当下不确定性增加的市场环境当中，保住我们已有的收益呢，比追求更高的回报可能更重要一点。那以下呢，我讲2个比较关键的方向。第一个呢是小心高估值的股票，现在其实许多股票都已经在估值的临界点了，历史高位，特别是像一些科技股和成长股。虽然说这些股票在过去2年表现非常好，但是高估值也意味着未来的回报可能会有限，而且会面临更大的波动风险。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沃尔玛跟特斯拉。那沃尔玛的话，今年的涨幅它有10%，去年2024年整年的涨幅呢是71%。特斯拉的话呢，去年的涨幅也不错，有62%，但是今年到现在为止的话，它涨幅只有负的4.9%。但是在涨幅类似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沃尔玛它的市盈率是40%，特斯拉的市盈率是167%。那大家说，如果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哪只股票更加容易扛跌呢？当然，特斯拉本身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不光是有马斯克的加持，它的自动驾驶技术也非常牛。那之后将需要推出的，比如说是机器人自动驾驶的出租车等等，都能证明它是一个高成长性的公司。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忽视它过高的估值。那一旦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呢，特斯拉股价可能也会面临相应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对于会受到关税影响的一些行业呢，我们投资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特别是会受到直接影响的，比如说是钢铁、铝、汽车产业、电子科技、半导体，这些的话受到关税冲击会比较大一点。还有一些间接的行业，比如说是农产品、零售业、制造业，这些呢，随着关税增加，他们的成本就会相应的增加，必然对企业的利润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可以采取的策略呢，就是减少这部分行业的投资比例，同时可以关注一下本土相近似的行业。那在海外出口受到影响的时候，对国内的一些具有优势的企业反而可能是一个好的消息。第三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避险类的资产。那债券跟黄金呢，在投资组合当中，它都属于那种防御性的资产。债券的话，目前的美国基准利率的话是在4.5%左右，所以作为固定收益的一个投资品种呢，也是有不错的获利空间的。如果说你当然是可以投资，比如说是美元定存，如果你选择美国国债的话呢，有税收方面的优惠。那还有一个呢是黄金，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呢，在经济不确定的时候，它通常表现会比较好一些。目前呢，从图形上看呢，黄金也已经走出了它的波动期间，向着$3000每盎司的那个目标前进了。虽然说之后的黄金的价格肯定也会有波动，但是呢，目前的话，我们从图形上可以看到，它还是在一个上涨区间当中。那每一次的回调之后呢，只要不跌破上涨趋势线，都是一个不错的买入机会。目前的市场环境呢，充满了不确定性，政策的反复调整， AI 的前景呢，也引发大家投资者的分歧。巴菲特指数更加是突破了200%，这就意味着市场可能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的区域。那么在现在这样环境下，我们可能要更加小心一些，对于一些估值过高的股票，尽量不要盲目的追高。一些受到关税和政策会影响的行业呢，需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同时呢，也增加一些防御性的资产配置，小自己账户的波动。好，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呢，别忘了点赞订阅。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